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再活一回，你就不可能再照过去，你肯定要摒弃你不好的生活方式，怎么能再那样呢？是吧？所以说人不能还是曲丽云教授说那个，不能死于对生命的无知。对，你不懂没关系，可以学。就是说时代在发展，在变化，我们也得与时俱进。你不学习不行。大家好，我是紫禁城下的胡同。这位北京大姐为什么提起了人不要死于对生命的无知呢？我想一个人只有历经坎坷重获新生时，才会有这样真实的感受。咱们一同看看这位北京大姐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人生感受。我觉得就不断的学中医，了解它，就是我平时就湿寒太多，我喝茶喝水喝的太多，水果吃的太多，我喜欢吃的东西都是偏凉的。你比如说柿子，寒凉的东西，梨呀、苹果呀，我现在知道，苹果可以吃，梨可以吃，但是不能这样去吃。对，说你吃完饭弄一凉苹果吃，你苹果你要蒸着去吃，梨你要去煮水，跟那银耳一起煮，那是温补的。就是说，完全改变了我的一个观念思路，就是你要怎么样生活，因为受这么大罪，逃过这一遭，如果再能健康的有一次机会，就是这点我觉得聂风院长做到了，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再活一回，你就不可能再照过去，你肯定要摒弃你不好的生活方式，怎么能再那样呢？是吧？所以说人不能还是曲丽云教授说那个，不能死于对生命的无知。对，你不懂没关系，可以学。就是说时代在发展，在变化，我们也得与时俱进。你不学习不行。非常好。因为你不知道哪个方法对你有效，哪个方法是好的。如果我不来这儿不学，我如果像我们老头那样坚持固有的思维，那你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了？对呀，我肯定情况不会很乐观，因为药只能越吃越多。我现在家里的药我就搁到那个兜子里边系上，因为用不着那些东西了。对面我看见您能正常走了。对，我现在腿也特别轻。以前来的时候呢，我现在这样站起来，然后我也可以蹲下。然后再站起来，然后院长就说蹲起就练你的腿部肌肉。对，必须得练。那天我看他那个说那抗阻训练，就是现在有那1斤和2斤的那个沙袋，一个腿1斤，然后把它绑着，就进行这种抗阻训练。因为你不进行抗阻训练，你现在比如说你瘦下来以后，比如说内脏脂肪没有了，但是你浑身的肌肉没有劲儿，肌肉流失很厉害，你就要做抗阻训练，没错，就绑着沙袋去走，然后到时候你把沙袋拿进，你才觉得腿更轻快，等于对我来说又上一台阶。真是。我现在5公里坚持，然后一段时间我就会用沙袋绑上，从1斤就是0.5公斤，就1斤，一个腿1斤到一个腿2斤，这样对自己就慢慢增加哈。对，你要怎么说呢？就是您说不学习怎么行啊？因为你不知道一个正确的方法对你什么有利的，什么是有害的。对，你不可能再胡吃海塞吃出一套那出来了，再去什么吃一些寒凉的东西吧。没错。因为我胰腺伤得厉害，所以院长那天讲这个，就看这个。我那天看半天，他说酒，好在我是喝不了的。酒、辣椒、大油、大荤，好在我也不太喜。对胰腺伤害是头一位的。所以现在连我们家儿子都在灌输这种思想，不断去改变。对，我们的观念太旧，没错。而且你去不摒弃这些旧的东西，不接受新生事物，你怎么能改变呢？你指着说就在这儿3个月，3个月以后呢？对吧？你要往长远看，自己有一个健康的生活理念，你才能健康的生活。没错。你才能知道我每天去花钱买东西吃，我要吃健康的东西，对我自己有利的东西，不要说吃不健康的，然后我再去吃药，这不是走了这么多弯路？对，以前就不懂，太无知，太无知。以前就是都没生过病，我的医保卡都没开过，所以我们家对这个，我们家老人身体也特健康，也不是说就是老上医院那种，从来不去。没想到这一次得了一重病，所以彻底颠覆我三观。
我就重新认识这个东西。所以呢，也是坏事，也是好事。对，年轻的时候也是忽略什么呀？太无知了，就是对自己的身体有点小毛病扛扛嘛。其实扛并不好。你把小病一点一点攒成大病，就跟我这个，我生完小孩我这带脉就不通，我就没意识。我那时候要意识，像现在怎么能带30年这个肚子呢？对，就是内脏脂肪。所以北京医院的大夫都说你得减肥。后来他们都说他一点都不肥啊，说不肥他内脏脂肪多呀。人说的对，但是他没有说怎么去减。但是聂峰院长知道了，他给你揉肚子。对。其实我来这儿并不是减肥，不是减肥来，减肥只是次要，顺带减。对，像我们这么些年的慢性病，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副作用太大了。没错，包括身心的、精神的都很疲惫。对，什么好看啊、难看、瘦啊、胖啊，都次要的了，都没时间照镜子了。因为你没有臭美的心。你要如果有臭美的心，说明你还是健康的。是。下一步你可以臭美了。哎，再说吧，我希望我能健康的过去这3个月，然后后续安主任，我再一定要从这儿那个聂峰院长说，哎，你可以毕业了，像我那个当家的似的，我才毕业。真是。我不会半途而废的，绝不会。好，我一定会坚持到最后。好，别看我来的晚。祝愿您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好嘞。其实有时我们抱着固有的观念不会改变，当你要改变时，可能也就晚了。希望北京大姐的一席话和亲身感受对大家有所帮助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健康的未来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对此你有什么感受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